什么要杀他们？为什么？沈婉，让姑来告诉你，为什么是你？因为你根本就不是沈家的嫡长女。什么？太子说的是真的？对，你不是我沈家的姑娘，你只是一个没见识的村汉之女。当初母亲落难的安林村生下沈家真正的嫡女，却被那泥腿子偷梁换柱，把你换到尚书府充当嫡长。莲儿表妹才是我们沈家的嫡女。早在3年前，沈家就认回真正的沈家嫡女，而之所以没有告诉你真相，是因你自幼对医术敏感，有拜木仙山圣医为师，还有用途，便继续让你以沈家嫡女留在尚书府。如今谢家已除，沈婉，你该让出本不属于你的位置了。谢玉姐，黄泉路上你不会孤单的。你们这群畜生，残害忠良，做尽坏事，一定会不得好死的。他最敬重的父亲一剑刺穿了他的身体。沈婉重重倒下。姐姐，谢谢你这些年悉心教导本宫如何做好一个知礼端庄的大家闺秀，又在我蛰伏间为我医治好了脸上的胎记。如今大局已定，沈家嫡女该归位了。冬白雪皑皑，沈府观澜园外，一妙龄女子卸去一身奢侈繁复的暖衣，跪在冰天雪地之中。大小姐，你学医6年，老夫人和夫人好不容易把你盼回家，你怎能跪在雪地里？你快起来，地上太凉了。眼前跪在地上的少女，正是学医归府的沈家大小姐沈婉。岁岁，怎么跪在地上？快把大小姐扶起来！岁岁，快起来！快把大氅披在你妹妹的身上。祖母、母亲、大哥，不用了。岁岁，是不是有谁在外面欺负你？你告诉二哥。二哥，没有人欺负我，是我恐怕要让祖母与母亲还有哥哥们失望了。什么意思？岁岁，你站起来说话，你别跪着，你站起来进屋说。我在回沈府路途中救了一对妇女，那女子与我同年同月同日所生，名为钟莲。我初见她时，竟觉得她容貌与母亲十分相似。只是与母亲容貌相似的女子，与你同年同月同日生的人多着了。你为此事而跪在冰天雪地里，伤了自个儿不说，还让祖母跟母亲担心。岁岁，先起来再说。母亲生我时，因回外祖家的途中遭遇洪水石流，被困安林村。母亲把祖母提前命人打造的百岁锁戴在孩子身上，可我听严妈妈说，那百岁锁后来不知所踪，祖母又为我打造一副一模一样的百岁锁，而我却在那女子的身上看到她也佩戴着与我一样的锁。若是寻常的百岁锁也就罢了，可那百岁锁上的莲花锦鲤纹与我所佩戴的锁纹一致，还同样刻着岁字。我存了疑心，询问那位女子的父亲，得知那女子是她父亲在路过安林村时从山沟里捡回来的孩子。于是我特意绕回安林村，找到当年收留母亲的那户人家，从他们口中问出了真相。沈婉并没有与金妙仪说是沈正一调包她与沈莲的身世，而她更期待的是，这一世没有她调的药帮沈莲除去脸上的胎毒，恢复容貌，沈家的人可还会再把沈莲放在心上。胡闹！老爷，你是不是该给我一个交代？我养了15年的千金大小姐，竟然是别人的孩子！
岁岁他如今出落的亭亭玉立，又是木仙山圣医的得意弟子，饱读四书五经，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姿态礼仪端庄娴熟。你对这样聪慧又容貌出挑的女儿还有何不满呢？将那个孩子找回来做什么？老爷，这话怎么让我听不明白了？老爷夫人，人接回来了。先不必告诉他身份，你自个儿看过了他再说吧。金妙仪心存疑惑，很不明白沈正一的反应。等见到了沈莲面纱底下的真容后，金妙仪险些昏死过去。老爷，他脸上的那东西是天生的。你也知道，我沈家与别的家族不同。你怀最后一胎的时候，整个家族乃至皇后娘娘都盼着是个女胎，确保将来可以将凤后之位从沈家延续下去。可那个孩子长成这副模样，我怎敢拿去给皇后娘娘交差呀？所以沈婉他是安陵村那户人家的孩子。他比我们的孩子早出生3日，且是足月出生。我看他相貌极好，长得白白嫩嫩，一脸福气，那样的长相才应该是我们的女儿，便将那户人家的孩子要了过来。如果夫人真的想把他接回沈府，也不是不可，对外称他与岁岁是双生姊妹，排行老2，因自幼体弱一直留在庄子上养病，如今到了及笄的年龄，回京议亲。至于沈婉，她必须是我们沈家的嫡长女，未来的皇后。腊八，积雪消融，尚书府大办家宴，为沈家嫡女行及笄之礼。沈小姐又痛了。那个射箭的女子是谁？二小姐，那就是大小姐呀。她真厉害，长得真漂亮。大小姐不仅会步射，还会骑射，投壶蹴鞠也很厉害，学过四书五经，还会吟诗作画。最厉害的是大小姐还精通医术呢。精通医术？你就是沈妹妹吧？是太子殿下，快给太子殿下行礼。见过太子殿下。今日是你及笄，姑特意准备了礼物来找你，你看可还喜欢？沈小姐，快收下礼，谢恩吧。谢太子殿下。这枚九尾凤钗是母后亲自让姑送到你手里的。沈妹妹，等你及笄礼后，母后会招你父母入宫，议你与姑的亲事。亲事？到时母后会接你入宫，先熟悉下宫中环境与规矩。你莫怕，一切有姑在。秦小姐，你输了，该罚酒。沈小姐，是太子殿下。见过太子殿下。你们为何只顾着自己玩，却不与沈婉妹妹一起玩？今日她才是家宴的主角。太子殿下，臣女们一直在和沈小姐一块玩呀。太子表哥，好久不见。你是谁？太子表哥，我就是沈婉啊。你是沈婉？那他是谁？太子殿下，我，她是臣女的双生妹妹，叫沈莲。今日是臣女与妹妹一同过及笄礼，臣女的父母也正打算借今日家宴向众人宣布接回臣女的二妹妹。从来没听过沈小姐还有妹妹呀。向诸位介绍一下，我妹妹沈莲，自幼体弱，我爹娘以为她活不下去，便让乳娘带她去山清水秀的庄子里养到至今。如今身体大好，我爹娘才把我妹妹接回府来。她可是我嫡亲亲的妹妹，你们可不要欺负她哦。沈大人好福气，一株双拼莲，长女如高岭之花，次嫡女如皎月温婉，
何不趁此机会向众人宣布沈家二女的风采？长女沈婉在外学医6年，复读45经，精通药理和医术，习得世家礼仪，上马能骑射，下马能执笔。婉姐儿，还不快向太子殿下行礼？姑方才就已经见过婉儿表妹了，婉儿表妹的骑术的确精湛，倒是莲儿表妹独自一人立于屋檐。听婉儿表妹说，莲表妹自幼体弱，一直被娇养在庄子里。看来婉儿已经和太子殿下说过莲儿的事儿了。唉，实在是当年微臣与夫人也没料到这一胎竟是双生花，只是莲儿生下来时身子骨太过娇弱，无法长途跋涉随我们回京，便留在附近的庄子。这10几年来，汤药断断续续，不曾断过。我没有病啊，我也不需要吃药，我身体健康得很。父亲是说，妹妹在庄子上养好了身子，如今身体康健，恢复如常人，无需再用汤药。莲儿妹妹这身子纵使是养好了，也还需要再多养一养。女子便是一朵娇花，疏忽不得。是，太子殿下说的极是。哎，那不是镇国公府的谢小公爷吗？真的是谢小公爷，没想到他也会来参加沈家家宴。参见太子殿下。西辞，你可来晚了，待会儿要罚酒啊。应该的。太子殿下，观梅亭可看戏曲，不如去观梅亭坐吧。好。你如今和他只是陌生人，只要能让谢玉锦避开怀州府的威胁，就能改变他和谢家的命运。姐姐，我有话想和你说，我们能不能去那边聊？好啊。你能不能把太子殿下让给我？我知道沈家所有人都准备把姐姐送入东宫，做准太子妃。方才父亲单独向太子殿下介绍姐姐，轮到我时，父亲便将我贬得一文不值，还借口说我体弱，有意告诉太子殿下我身子不健康，来衬托姐姐的美好，好让太子殿下选择姐姐。我当时心中很生气，若不是看在姐姐的面子上，无意是准备与父亲好好理一理。他们把我弄丢在外，害我在外吃了那么多苦头，如今又对外编了一些对我不好的言论。幸好太子殿下看破人心，并未听进父亲那些话，当然也有姐姐方才的解围。我觉得姐姐你是个识大体的人，好说话，所以我才会来找姐姐。凭什么要我让给你呢？姐姐看不出来吗？太子殿下他在人前处处维护我，他还将9尾凤钗亲手送给我，说做我的生辰礼，而且他还当面跟我说，等回宫后便要与皇后娘娘商议接我入宫，先熟悉宫中的环境，还要娶我当太子妃。你就这么想当太子妃？看你是个什么东西，丑东西！你知道当年爹爹为何把你扔了吗？我告诉你一个秘密，是因为你长得实在是太丑了。老夫人，不好了，二小姐把大小姐推下水了。你说什么？没事，你们继续用席。人现在在何处？谁把大小姐救上来的？已经送回大小姐的琳琅阁，当时谢小公爷在场，大小姐被二小姐推下水后，那谢小公爷第一时间跳入河里救回了大小姐。除了谢小公爷，在场的都还有谁？奴婢过去时，身边只有花荣与花景，那2个丫鬟也下水捞大小姐了。谢小公爷也很识趣，说只当是那2个丫鬟救起了大小姐。当时奴婢看四周也没别人，都是咱们沈家的奴仆。那就好，那就好，快去把那孽畜抓回来。
嘴，吵死了！老夫人，二小姐她当真是疯了，竟在大庭广众之下说出不知羞耻之话来羞辱我们大小姐。她说了什么？回老夫人，二小姐让大小姐把太子殿下让给她，这也叫羞辱？大小姐与二小姐讲道理，说婚姻之事全凭家主与夫人安排，二小姐便说家主与夫人偏疼大小姐，自是要送大小姐出东宫当太子妃。大小姐已经得到那么多宠爱，就算不嫁给太子殿下，家主和夫人都可以为大小姐寻到顶好的男子。今日来咱们府上的世家公子个个都看大小姐，对大小姐生出爱慕之情，还口口声声说太子殿下不喜欢大小姐，只喜欢二小姐。之后二小姐却把大小姐推到湖里，还大喊大叫，说不是宋嬷嬷来得及时拦下了二小姐，避免外男进入九曲廊看到大小姐落水的画面，大小姐还不知道要被羞辱成什么样了。难道我说的有错吗？何来羞辱之说？太子殿下喜欢的是我，根本就不是。世家贵女哪里养得出你这种勾栏谄媚之话，偏你说得出口，还有脸在婉姐面前大放厥词，污了我婉姐的耳朵。这就是你执意要接回来的野蛮粗鄙的沈家嫡女。你看看她这样子，哪有半点嫡女风范啊？拿什么和我的婉姐儿比较？你想让沈家败在这种蠢货手里？我什么模样还不是你们沈家给的，是你们要把我接回来的。难道是我求着沈家的人来寻我，把我接回沈家的吗？沈莲，快跪下来和你祖母道歉。是他不尊重我在先，我凭什么跟他道歉？大姐姐可以在沈家教养长大，而我却流落在外，要道歉也应该是你们沈家给我的。快把她送出府，送走，只当我沈家没有她这个女儿，快！不要，我不走！娘亲，娘，你不要再把我扔了！快把她拉开，送她出府！我不走，这是你们欠我的！哥哥救我！我不想离开沈家，我不要走！放开他！老大，不能放了他！他把婉姐儿推下池子，婉姐至今还昏迷不醒，沈家绝不可能再留下他。祖母母亲，我是来告诉你们，太子殿下他执意要选二妹妹做太子妃。什么？太子殿下看上了这样的人？此事父亲在集里游说，明日还要入宫与皇后姑姑商议太子妃一事。现在是留下他，把他禁足在院内，等此事定夺，再处置他也不迟。尚书大人，夜深了，太子殿下已经歇下了，你有什么事明日再和太子殿下说吧。太子殿下，你杀了微臣吧。舅舅，你这是何意？沈家嫡次女沈莲自幼体弱，一直被养在庄子上，不受礼教约束，行为粗鄙无知丑陋，不识礼数，日后铁定会令君心大怒，株连九族。不如你现在给罪臣一个痛快。沈大人，姑知道手心手背不一样，但你偏袒长女偏袒的过多了。姑就喜欢沈二小姐这般不拘礼节、自由率真的性子。太子殿下，并不是罪臣偏袒长女而疏忽次女，也并不是罪臣恶意贬低次女，实在是次女上不得台面。
怎会上不得台面？姑今日在沈家家宴见到沈二小姐的时候，她知礼温婉，她是没有沈大小姐跳脱活泼，也许她也不擅长骑射剑术，不懂蹴鞠玩耍之物，可姑要一个全能的太子妃做什么？如沈二小姐那般安静的性子，更像姑的母后，也更能沉下心来做好一个太子妃，执掌东宫事务。姑就知道你们沈家一心想将沈大小姐塞入东宫，所以姑从沈家回来后便向父皇求了一道赐婚圣旨。沈大人莫不是想抗旨？罪臣不敢。那你持利器入东宫是要做什么？难不成你还想逼着姑另娶沈大小姐为太子妃？姑告诉你，姑不会娶沈大小姐做太子妃，你们也好早日为沈大小姐另寻高门，莫再给她希望。太子殿下，沈大人，这就是姑的决议，你莫要再逼姑让母后左右为难。罪臣没有要逼太子殿下的意思，罪臣是想问你，你当真要沈莲为太子妃？是，姑心意已决，她是姑选的人，无论她怎么样，姑都会亲自调教，让她成为令沈家满意的太子妃，绝不让沈大人失望。沈大人，请回吧。好，太子殿下既然选择了他，日后殿下可莫要后悔。哎呀，这沈大人偏心偏的也太厉害了，为了沈家嫡长女，竟连夜持剑入东宫。哎呀，沈大人可是满朝文武最守礼法的人呢。姑真是小看那沈婉了，给姑宽衣，姑要去一趟母后那里。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尚书府沈家嫡长女沈婉，温婉端庄，博学多才。镇国公府嫡长子谢慈，英勇善战，仪表堂堂。自智婚二人，珠联璧合，则良辰吉日完婚。钦此。大小姐醒了，大小姐醒了。太子已定你妹妹为太子妃了。爹爹，我知道了。祖母，这是天大的喜事儿，是好事儿。无论殿下选谁，婉姐儿，那上不得台面的东西，怎么拿来和你比较？祖母，妹妹是因为我才会流落民间，是我占了妹妹的身份和地位，礼仪规矩都是可以教的。婚期还未定下，沈家还有很多时间请管教嬷嬷仔细教导妹妹。至于妹妹的另一处缺陷，我明白爹爹与祖母的担忧，你们放心，我会尽我所学，看能不能帮妹妹医治好脸上的胎记。可以治？爹爹，女儿可以试试看，但不能保证能够去掉胎记。不过，好丫头，你快说吧，莫让你爹爹心急。我在木仙山医门内曾翻阅过一本古籍，里面就有一个方子，可做成一块药膜，贴于人的面部，盖住人脸上的疤痕、创伤或是胎记。那可否去掉或淡化胎记呀？不能的，祖母。这个方子只能短期用，不能长期用，里面含有麝香，用久了恐会有绝嗣的风险。这不是长久之计，但可以暂时解了妹妹眼下的困局。赐婚后，皇后娘娘必定会召妹妹入宫。你方才说可以试试治你妹妹脸上的胎记。是，我可以一边治一边为妹妹制出药膜，药膜是应急所用，需由专人看着，莫让妹妹长期久用。那就这么决定吧，等你恢复了身子。祖母，我身子没什么大碍，我打算明日回一趟木仙山，向我师父要那本古籍，顺便问问师父有没有什么法子治好妹妹的胎记。不如直接带你妹妹一块上木仙山找你师父。一切全凭父亲安排。你祖母
终究是担心你落了水，身子没好全，便让你大哥直接带着你妹妹去木仙山了。你就暂时不必回木仙山，今日啊，陪娘上普华寺祈福。还是让家中长辈担心了。既然如此，那我便陪娘上普华寺走走。我去叫人安排马车，你祖母让你过去陪她用早膳。好，娘亲。臣女参见太子殿下。沈大小姐，姑知道你的心思。过去15年，沈家所有人都围着你转，连母后都很喜欢你，你要什么就有什么。如今没有得到你想要的，心里不平衡，不能理解。可不是人人都像那些喜欢你的人一般世俗。姑以前不经人事，说了一些让你误解的话，你今后莫要当真。姑与莲儿表妹的亲事已成定局，你以后不要再干这种事情。姑可不想让莲儿表妹误会。哦，你就没有一点廉耻之心吗？太子殿下，臣女不知哪里惹得太子不快。你别跟着我。行。祖母。外祖母，这里没有外人，无需多礼。太子殿下怎的大清早就出宫了？外祖母，母后想见见莲儿表妹，不知道莲儿表妹初次入京，特意出宫迎莲表妹入宫。你莲儿表妹昨夜旧疾发作，城门刚宵禁，便让程潇送她去木仙山寻李仙姨了。不如臣妇让婉姐先入宫，给皇后请安谢恩。木仙山可是婉表妹所在那个医门？是呀，李仙衣就是婉姐的师傅。你看此事……外祖母，你不该瞒着此事贸然把莲表妹送出京城的。姑这就带太医去木仙山接回莲表妹。什么？快，婉姐儿，你想办法拦下太子殿下。祖母莫急，孙女这就去找太子殿下。沈婉，你真有心机，哄骗你家里人将你的妹妹送入你的医门，以为姑不知道你的阿杂手段。若是莲儿表妹出了什么意外病死，姑也不可能娶你。你趁早死了你那条心。那太子殿下赶紧快马加鞭去追啊，没准现在还能在半道上追回来，救回你的心上人。你和谢玉锦的婚事，我会让母后早日定下。哼！太子殿下，押回上京的江家嫡幼子逃了。逃了？皇城司可收到消息了？王德全第一时间向奴才禀报此事，不过皇城司肯定用不了多久就会知道此事。江林怎么逃的？御林军中有奸细把江林给放了，不过江林中了一箭，正中要害，跑不了多远的。你立刻派人去到木仙山，把沈二小姐接回京，狗亲自去抓江林。娘亲，那些官兵像在找什么人？叛贼之子江林在回京路上逃走了，御林军正在搜查江家六公子的下落。妹妹莫怕，有二哥陪着你跟娘，不会有事的。你就跟着娘，别到处乱走。老二，你带你妹妹去扶持祈福，我去找大师姐签文。你记住，别离开你二哥。我知道了，娘。二哥哥，走吧。阿弥陀佛，小僧带施主去找无尽大师解签。此签，大凶。求大师解签。彼岸花又称长在黄泉路上的花，落在阴阳交界之处，顾者回头，渴望人间。向前走，便是炼狱深渊。如今佛魔降临，必有
大灾大难。福晋大师，此签可有办法解呀？无论需要多少功德，夫人都愿意解。这是一捆打了死结的绳，难解。那若是将这死结斩断呢？阿弥陀佛，施主，一切皆有因果，你斩断了，因还在那儿，结果都是一样。大师，一定有办法解的，你告诉我，我需要怎么做？哪怕改变一点点格局。那贫僧再劝告施主一句：万恶生仇，从善得道，一切归一。十二公子，太子殿下在找你。好，我知道了，我先送我妹妹回母亲那里。二哥哥，太子殿下找你定是有很重要的事情，我投完铜板后就回去找娘，你不必送我。但是娘让我寸步不离地保护妹妹，普化寺进了贼人，哥哥不放心你一个人。罢了，那我现在就回去找娘，你不必送了，我又不是小孩子了。你早日抓到那贼人，也好还普华寺一片宁静。花荣花景，我们走。确定贼人逃入寺内？确定，但是今日是15，来普华寺上香的香客比往常多，不乏有上京城的世家夫人。太子不想得罪了世家，人手不够，需要二公子速回上京带禁军过来，这是太子给的传唤令牌。二公子，别耽搁时间了，快去吧。花荣花景，你们二人在藏经阁外守着，我进去找几本经书抄来给老夫人，莫让旁人打扰我。谢小公爷，我是来救他的。江六公子面色乌黑，口唇暗紫，箭中心脉已然是要害，但我看他面色，射中他体内的箭头必定有剧毒。我是李仙一的徒弟，擅长医术，且不比太医院的太医们差。外面有太子的人四处搜查江公子的藏身之处，一短时间内也没办法把江六公子移出普华寺。从外面请来的郎中也未必能取江六公子体内的剑钩，哪怕能取下来，可其毒入骨，所剩下时间不多。配制解药需要时间，而我手里正好有解药。是太子派你来的？是。你不怕我杀了你？怕呀。你方才问我是不是太子派来的，我若说不是，小公爷铁定不会信我的话。我若说是，你是不是觉得很奇怪，为何门外没有御林军，只有我的2个丫鬟？我在木仙医学医时，曾经随师父下山去南疆，师父原本想出一份力量，帮助战乱中的士兵，没想到却先碰到了一群悍匪，将我和师父劫上山。当时江家军有7、8成士兵在战场上拼杀，誓死守护着商国的疆土，伤亡惨重。江老侯爷收到消息的时候，自己也断了半臂，却在身负重伤时带了1万人把山寨剿了。我和师父得以从土匪窝里出来，江老侯爷是我和师父的救命恩人。黑风岭一战，我和师父进入了军营，成为江家军军医。谢小公爷，你一定没有见过赤焰过江，霞映天，尸骨成山，血肉成河。纵然如此，江家军不曾退缩，如今却被暗以投敌叛国的罪名，我怎会相信这种混不吝的话？只怕是什么？太子殿下，得罪了沈大小姐。你们家大小姐在里面干什么？回应太子殿下，大小姐说想给老夫人抄一些经书回去看。抄经文为何要锁门？把门给我撞开。是。太子殿下，
这字是你写的？是啊，太子表哥，给你瞧瞧。你好好说话，姑问你话，你如实招来。姑方才看到谢玉锦往藏经阁方向而来，你看见他了吗？看到了。太子殿下要找谢小公爷吗？大小姐在哪里看到谢小公爷？就是在来藏经阁的路上啊。他好像穿着黑色服饰，身边还有一个人。如实招来，此人犯了重罪，若有半点隐瞒，视为同党。啊！臣女没有看清那人的模样，臣女只看到谢小公爷扶着一个穿着僧衣的人，那个人剃了发，整个人懒懒靠在谢小公爷的怀里。臣女本想上前和谢小公爷打招呼，可是谢小公爷看到臣女后，就带着那位小僧徒往斋房的方向去了。太子殿下，奴才把沈二小姐接回来了。她在何处？奴才看这里重兵把守，就将沈二小姐安排在一处安静的禅房。奴才引太子殿下过去。好，可请了太医？奴才带去的罗太医说，沈二小姐的身子并无病疾，身体比奴才的还要健康呢。沈婉，你还有什么可说的？你还敢说不是你做局，让你大哥送走莲儿的？我最后一次警告你，你休想再动莲儿。太子殿下，你就那么喜欢臣女的妹妹吗？我不喜欢满腹算计的女子，你纵有嫦娥之貌，可却有一颗蛇蝎毒心。我不动你，是看在沈家与母后的关系，你下次若再动莲儿，我定让你远离上京城。哼！太子殿下，她已经是姑的准太子妃，你们不该为了偏袒沈婉，将她打发出上京城。太子殿下，微臣……你不必解释了。我今日一早去了沈府，母后想见莲儿表妹，这段时日，母后会留莲儿表妹在宫中学习规矩。莲儿，傲雪红梅，鬓墨如画，莲儿表妹，你受苦了。太子殿下，莲儿旧疾发作，还将病气过给殿下。你不必在姑面前装了。太子殿下，我不是，我没有想要骗你，你也别怕姑，姑也不怕你的病气，姑只是怪你不该和你的家人合起伙来骗姑说你旧疾复发，害姑担心你。姑既然选择了你，却不会因为病痛而嫌弃你、厌恶你。你以后也切莫委屈自己。母后要见你，姑知道你在沈家不容易，所以姑亲自出宫接你入宫。等到你我成亲之日，你再回沈家出嫁。太子殿下，我想先见大姐姐。夫人，大小姐在那儿。你怎么自己一个人？普华寺越来越多官兵出入，我不是叫你别离开你二哥哥吗？娘，二哥被太子唤去了，我回来找娘，娘不在菩萨殿，恰好经过藏经阁，我就给祖母抄写了几份经文。娘，大姐姐，你怎么在这儿？是姑派人把莲儿表妹接回来的。臣妇见过太子殿下。莲儿表妹有话同你说，你们二人去对面那亭子。莲儿莫怕，姑在这里等你，你过去吧。大姐姐，我有话同你说，我们去那边的亭子聊吧。好啊。沈家不能就这么完了。姐姐，太子殿下要接我入宫了。那就恭喜妹妹呀。不是，姐姐，我没有要炫耀的意思。哎，妹妹，你可别在这儿哭，免得哭花了妆容，吓着了太子殿下。我听大哥说，大姐姐可以制出一种药膜贴于面部，
便可隐去任何疤痕，甚至是……姐姐可否帮我治这种面膜？太子殿下，他要带我入宫学规矩，我这样入宫，很容易就被人识破了。大哥说，一定要藏好脸上的胎记，若是被太子殿下或者外人发现，我们全家都要被安上欺君的罪名，轻则流放，重则杀头。那可不行。姐姐，为何不行？若无爹爹或母亲的允许，我是不敢将那药膜给妹妹用。大哥难道没告诉你，我那药膜用多了容易绝嗣吗？可大哥也说，只要短期用就无大碍。姐姐，你一定要帮帮妹妹，我真的很喜欢太子殿下，我不能失去他。太子殿下，皇承司今日接密报，普华寺内藏着一名大辽细作，这细作平日里以僧人之身游走于普华寺。微臣特意便衣出行，捉拿此细作，没想到蒋副将带着一群御林军，要从微臣手里抢人。太子殿下今日大动干戈，就为了找他吗？谢玉锦，你帮蒋副将做什么？微臣怀疑他与细作是同党。去他娘的细作！谢玉锦，你个王八羔子，别让老子出来！你薛新贵是孤派到普华寺捉拿重犯的人，你放了他吧。待微臣回去向皇上禀明，再仔细调查一番。若蒋副将当真无辜，微臣一定登门道歉。沈夫人，可否让我与令媛在亭子里说几句话？我今日离家时，父母将祖传之宝交于我，要我当面交到沈大小姐的手里。麻烦太子殿下，沈二小姐，把这亭子借微臣用一用，微臣有话想单独和沈大小姐谈。太子殿下，西辞，你莫要被这个女人的外貌迷惑了，小心牡丹花有毒。这墨君，你脑子有病吧？君子交绝，不出恶声，多谢太子殿下提醒。小公爷，多谢。听闻你还擅长剑术，这是我家老爷子得知你的本领后，要我拿来送给你的东西。你不喜欢？没有，弓太沉，太贵重，可否换一样信物？这是我的定情信物。定情信物？谢家商行的令牌，你可以去谢氏的铺子看看，有没有喜欢的东西。谢小公爷是打算用整个家当来聘娶我吗？真别说，让你猜中了。既然如此，那我定不会与小公爷客气，就当是枕巾了。怀州府盗匪横行，杀人放火好时机，望君保重。蒋新贵手里有东西，若是被谢玉锦问出来，对沈家对太子殿下都不利。今日父皇为怀州府海盗之事烦扰了许久，孤回宫以后就借怀州府盗匪一案，把谢玉锦支走。你提前在怀州府布局，让谢玉锦有来无回，到时孤让你接替皇承司。冰肌玉骨，明眸皓齿。娘亲，你看看妹妹如今这张脸，可还令你满意？太像了，夫人，二小姐继承了夫人的美貌，和夫人就像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娘，我这样子可以入宫了吗？若是没有这块胎记，那该多好！我陪你入宫见皇后娘娘。沈夫人，太子殿下要启程回宫了，不知夫人这边准备好了吗？李公公，我们已经收拾好了，可以启程了。太子殿下说，二小姐就坐他的马车入宫，殿下骑马，
奴才是过来领二小姐回去的。莫怕，有我陪着你。等上了马车后，我会告诉你要注意什么，你按我说的做，绝不会出差错。过2日，你也要入宫给皇上皇后谢恩。你先回府，娘回头陪你一块入宫。皇后娘娘说，既然太子殿下要接沈二小姐入宫，不如叫沈大小姐也一块入宫。皇后娘娘已叫御厨准备了晚膳。娘，你为何打我？我为何打你？可我都按照娘说的去做了。娘说只有皇后娘娘说平身，我才能起身。可皇后娘娘一直没说平身。这能怪我吗？我不知礼教，粗鄙无礼，在殿前失仪，这些难道不是你们造成的吗？你在说什么？我说这一切难道不是你们造成的吗？你们把我扔到外面，直至我及笄时才将我接回沈家。这15年，你知道我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吗？我跟着养爹走街串巷，街头卖唱，从未有人教过我世家贵女的礼仪，而大姐姐却享受着沈府的礼教与一切最好的。我若能得到大姐姐的好生活，我也可以像大姐姐一样，行走端庄，知礼懂礼，成为皇后娘娘喜欢的世家贵女。闭嘴，蠢货！是，我是蠢货。那你叫我回来做什么？倒不如一直把我扔在外面，让我自生自灭。你难道不是吗？你看看我被接回府的时候穿的是什么衣服，再看看大姐姐，她屋子里堆叠着一盒盒的首饰、漂亮的衣服。我回来沈家穿的是大姐姐不要的。我就算按照婉姐的要求来对你，你也做不成像婉姐那样的人。母亲从未教导过女儿，又怎知我不能？太子殿下能看上我，为何就没有看上大姐姐？沈莲，沈贵在自知。说太子知道你脸上的东西，他可还会喜欢你？娘，你要帮帮女儿，大姐姐医术那么厉害，她一定可以治好女儿的脸。那我就给你一次机会，从明日开始，你的一切用度按你大姐姐的来。你大姐姐以前学礼时，几时晨醒，几时休息，白日里都在做什么，上什么课，样样都按照你大姐姐的来。你只有3个月的时间。好像停了，大小姐，夫人和二小姐终于消停了。奴婢刚才看夫人脸色黑的，跟关公似的。大小姐，是不是二小姐她在宫里闯祸了？这才只是一个开始呢。大小姐，你可撞着了？我没事。怎么回事？大小姐，马失控了。大小姐，你要做什么？外面很危险。北门外有一处断崖，若不控制住马车，我们所有人都会死。啊，那我们该怎么做呀？扶稳，借往魂弓一用。坐稳了。要不要下来？多谢你的万魂弓。沈大小姐果真如传言那般，骑射精湛，谢某有幸开眼界了。这把弓很适合你。它不适合我，你拿回去。不知沈大小姐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吗？我给你留的字条，你看到了吗？你还给我留了字条吗？你给我写了什么？太子与沈家长子沈承霄已在怀州府设下陷阱，只等你带着黄承思过去后，在海上设套杀你，让你有去无回。那你呢？我？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江老爷子对你有恩，总不能是我家老爷子也对你有恩，所以你想救我？
笑什么？穆先生学的是医，也修道，无君子则道不举。师父说过，莫大山河，只剩下小人，朝纲则乱，奸佞横行，百姓民不聊生。我知道沈家的人不值得你信，我是沈家的嫡女，你信不过我的话，但若留一份心眼，多提防身边的人，你也无坏处，不是吗？不管你是出于什么目的，这次我信。沈大小姐，多谢你给江林的药。他醒来后跟我提起几年前的事情。江老侯爷是你师父的救命恩人，但是你是整个江家军的救命恩人，是你给江家人透露黑风岭地形分布图，挽救一城百姓。当年收到你信息的人，就是如今的江林。我并不赞同江林找沈家女寻一处生机，可他信你，他让我给你带口信。你兄长手里握着江家的生机和他的长嫂，他想让你救救他的嫂子邵氏。邵氏腹中已有3个月身孕，是江家的希望。沈婉知道江邵氏，前世他并没善终。沈承霄和太子为了引出江林，把邵氏送入军营，沦为御林军的胯下玩物，死后尸身被吊在南疆城内。江家男儿尽数被斩杀，剩下的江家妇孺成为太子与沈家父子手中的棋子。江林是想让他帮江家的女人们脱离魔窟。有人来了，我该启程了。再见，沈婉。再见，谢玉琴。大师姐，面前的少年郎正是沈婉6年前在名山县救下的人石峰，一个懂得欲舍以毒物的义士，也是他沈婉花了6年时间培养成的好苗子。终于有任务了，这次你要让我们干什么呀？入上京城，在东西南北制造暴乱。哇，天子脚下呀，不愧是大师姐啊！我要的暴乱不是普通的乱，以万民为旗，皆恶人奸行，必要让朝廷无法收拾，请动御林军入城。到时你再带一波手脚利索的人入御林军救人。救谁啊？江家妇孺，北门有一处沈家的马车，到时你们把沈家马车掀了。哈哈，刺激！不好了，家主！沈清，你怎么回事？是谁伤了你？二公子，北侧城门乱民暴动，大小姐所乘坐的马车因马失控冲出北城门，不知所踪。夫人与二小姐的那辆马车被乱民推翻，如今夫人与二小姐也不知所踪了。速派人寻回夫人和2位小姐。沈大人，莲儿回府了吗？太子殿下，微臣失职。今日内子带着2女至今未归府，微臣正要入宫向太子调御林军来用。上京城突然暴动，他们都还未回府，是不是出事了？是，微臣希望太子殿下出兵救内子与2个女儿，他们都被人劫持走了。莲儿被劫走了？他们今日出府的时候，姑就想告诉我们，多派些沈家的护卫保护莲儿表妹。他如今身份不同，若他有半点闪失，姑拿你试问。先调兵，先平息暴乱。可是殿下，今夜还有更重要的事情。闭嘴！沈莲是姑的未婚妻，是未来太子妃，她失踪了，给姑不惜一切代价保她完好无损的回来。是，太子殿下。大师姐，没有找到那个叫邵氏的女子。沈婉看着眼前的妇人和她身后的一群年轻女子，眼前的妇人正是江林的母亲陈氏。是你是李神医的徒儿，婉婉丫头。是我，江夫人。江林还活着，江林希望你们也活下去。我会带人去找江大少奶奶，我让我的人送你们去木仙山。
不用了，谢谢你，沈丫头，你又救了江家一命。那你们可有去处？我们是被人陷害的，我们做梦都想爬回天子脚下。如今我们来到了这里，我们要用我们的方式为江家儿郎伸冤。你们想以死明志？沈婉知道前世的他们的确这么做了，可是他们的死根本没有改变江氏投敌叛国的罪名。那你们想状告谁？我们要状告太子。你们现在就是蚍蜉撼树，江家能落到今日的地步，你们以为上面的人不知道是太子吗？江家在南疆势力盘根结错，功高盖主。这些年，流传南疆已是江家领土，朝中奸佞煽风点火。那么大的勋爵大家族，你们说，为何能在一夕之间全部倾塌？那些人，又为何等不及将江家的人押回上京重审，而是在江府杀烧抢掠？和上一世谢氏满门被灭的手段一模一样。这件事情影响太大，江家人口众多，子民视江氏为战神，上面的人想快刀斩乱麻，避免节外生枝。你们这样进去，还没走到宫门，就会被太子的人猎杀了，根本讨不到一点公道。四嫂嫂，别哭出声，我们小声哭。难道我们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我们要报仇，我们江家儿郎死的冤，我们江家冤，这天道不公，老天爷不睁眼的。魏氏这一路走来，没有掉过一滴眼泪。他一直觉得，只要踏入上京城，可以还江家清明。可是沈婉撕开了丑陋的政权，把他最后一抹希望都掐灭了。我可以把太子的头割下来，挂到城门上。江家的清明便永远无法恢复，杀一个人多简单，江家却要遗臭万年。魏姐姐，有办法的。刀上火海我们都不怕，只要有办法，你告诉我是什么办法？再等20日就是太后的寿诞，皇上每年都会到永信宫给太后过寿，全上京世家勋爵都在那里。你们写好冤情，状告蒋新贵与王德全。如果你们执意要状告太子，皇上就会让你们江家坐实投敌叛国的罪名。江家男子尽数被斩杀，兵权已落在太子之手。对皇上而言，你们这些妇孺不足为憾，哪怕是江陵区一个14岁少年郎也不足为惧。若有替死鬼担下一切，他会还江氏男儿证明。我知道你们心里怨恨，可谋算要一步一步来，活下来才能为死去的人报仇。就按沈小姐说的做。好，那我现在要送你们去一个地方。沈丫头，你要送我们去哪里呀？永信宫。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如今北城城门是何人在带御林军？太子跟沈二公子蒋成风。好，派几个人潜伏在暴乱的乱民中，把沈二公子拉下马，我要他一双腿。夫人，二公子定不会有事的。他显然还未从刚才的暴乱及二子重伤的事件中缓过劲儿来。你们还愣着干什么？快去请太医，为沈二小姐看看。哎呀，夫人，二公子情况不妙，老爷他不在府上，奴才不敢惊动老夫人。你说，太医说，二公子一双大腿都被马蹄踩烂，骨头血肉模糊，血也一直止不住。如今二公子因失血过多，陷入了深度昏迷。若想保住二公子的性命，那就必须截肢。夫人，那还愣着干什么？自然是保住二哥哥的性命要紧。快叫太医帮二哥哥截肢。告诉太医，
保住沈二公子的性命。如若实在保不住沈二的双腿，不可！太子殿下，大小姐此刻在何处？夫人，大小姐的马车之前就受惊冲出城门，属下已经派护卫去找了。太子殿下，再多派些人手，让城外的御林军寻回长女。她是李先义的徒弟，太医若保不了二子的腿，臣女相信长女一定行。求太子殿下，求太子殿下。那若是大姐姐也保不住呢？二哥哥只是失去一双腿就可以保住性命，若因等大姐姐而失去性命，却是得不偿失的。你，夫人，家主回来了。老爷，你终于回来了，你快派人把翠翠找回来。凤儿被马踩断了双腿，太医说要截肢保命。凤儿那么疼爱穗穗，穗穗定能想办法保住凤儿的腿。沈婉回到了翻车的地点，她当着花荣、花景和车夫的面，把自己的手掰断了。大小姐，你的手！大小姐，你痛不痛啊？放心，我这手养一养，能养回去。那大小姐为何要弄伤自己？何勇，安林村人士，原姓顾，名景安，是安林村一对哑巴夫妻的长子，今年21岁。15岁那年，突然离开安林村，以何勇的身份进入沈家，费了很大的功夫，才成为我这辆马车的车夫。大小姐，马车已经修好了，是奴才刚才失职，没有护好。哥哥，奴才送大小姐回沈家治好。6年前，我就知道自己不是沈家的嫡长女，在我回沈府之前，先去安林村看过我们的爹爹和娘亲了。大哥，我不会忘记家仇，也绝不会贪恋沈府的荣华富贵，你可愿信我？那我可以换你叶宁吗？可以，大哥，你和爹娘受苦了，接下来我和兄长并肩同行。你的手？沈家的人来接我了，大哥，你很快就会知道，我为二哥报仇了。顾家老二6年前入京赶考，因沈成风接势纵马撞倒顾景洪，马蹄踩碎顾景洪的左腿膝盖，导致左腿截肢，无法再入仕了。回去后夫人问你们话，你们便如实说。马车失控后，我们在郊外遇见了黄承思，是谢小公爷救了我们。我的手是在马车翻车时摔断刮伤，只要你们3人口径相同，就能保命。只是马车失控，沈府不会就这样轻轻放过，大哥怕是免不了要受些皮肉之苦，暂时会卸掉你现在的职务。啊，我知道了。没一会儿，沈家护卫们来到了马车旁。大小姐，家主让属下接大小姐回府，二公子身受重伤，面临截肢的风险。家主让属下找到大小姐之后，速速带大小姐回沈家。我的手因马车失控摔断了，无法骑马。二公子情况如何？真是不巧啊，大小姐的手怎么会在这个时候摔伤了？太医说二公子伤得实在太重，血一直止不住，失血过多，导致二公子陷入深度昏迷。若想保住二公子的性命，首先考虑截肢止血。二哥马上要参加高考了，父亲、母亲及祖母都对二哥寄予厚望，关键时刻怎会身受重伤啊？大小姐，你的伤骑不了马了。不碍事，沈护卫带我回城，救二哥要紧。不如坐马车吧，马车我已经修好了，可以走得快一些。为什么去了那么久还未回来？娘，已经过去那么久了，若是再等下去，恐怕二哥哥性命难保，不如就让太医截了二哥哥的腿，保命要紧。你，沈大人，不能再等下去了。二公子的脉搏几乎寻不到生机，如今就算截肢，下官等人也未必能让沈二公子
走出鬼门关。沈大人，快拿定主意吧。爹爹，你难道想让二哥死吗？大姐姐马车失控，我听太子殿下说，北城城门外不远处就有一处断崖，还不知道大姐姐的马车会不会直接冲下悬崖。你闭嘴！沈夫人，请端正你的态度，她是姑的未婚妻，准太子妃。就算有天大的不满，也得给姑憋回去。娘，我也是为了二哥好，难道我会盼二哥死吗？现在二哥就算截肢，也未必能活下来，不如早点截肢，博一线生机。就按莲儿说的，帮沈二公子截肢，这是姑的命，你们谁也不得再干扰太医。大姐姐，你终于回来了，娘等了你1个晚上，你若是早点回来，二哥哥就不用被罗太医截肢了。二小姐，你碰到了大小姐的伤。你放肆！太子殿下恕罪，奴婢刚才一时心急，才推了二小姐一把。如此蛮横的恶奴，将他拉出去杖毙！太子殿下，花荣是臣女的1等丫鬟，对臣女忠心耿耿，方才之举全因护主心切作祟，并无不敬臣女的二妹妹。你若在沈家把臣女的忠仆打杀了，岂不是要告诉其他人，忠也是死罪？那日后传出去，谁还敢效忠您呢？姑打杀一个婢女而已，和谁效忠谁有何关系？当然有，臣女的婢女并无大过，你若论她罪，她罪不至死，可你却下令杖毙，传出去后，旁人便会觉得未来楚军性情暴戾，贤士追随人君，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你如今只是楚君，若有人拿此事暗中做文章，按太子殿下一个暴君之名，失去人心，岂不是得不偿失？你，她是臣女的婢女，就算要罚，也该由臣女来罚。再往上说，沈府还有臣女的母亲在管，再如何也不能辛苦太子殿下出手，管沈府后宅之事。而且，臣女这一路快马加鞭地赶回来，是为了救臣女的二哥哥。如今这一耽搁，不知二哥伤势如何，可是脱离了性命危险。爹爹，女儿刚才听王管事说，你已经让太医截去了二哥的腿。已经截肢了，双腿保不住了。都怪女儿回来晚了，王管事说小半个时辰前截掉的，我后脚就回到了家。若是再等一等，让我看过二哥的腿，也许还有希望保住。你如何能保住？我随师父到南疆当过几年的军医，处理过几个腿被敌军的马踩烂的士兵。师父主张能保尽保，胜在师父医术高明，技高胆大，一点一点拼好碎掉的骨头片，再用特制的膏板固定，然后每日换药护理，慢慢等伤处愈合，熬过伤口感染期，如此就保下来了。等他们彻底完好后，在后期做康复治疗，其中有2人恢复行走的能力，虽然不能再干重活，却可以挪动脚步自理生活，做一些生计，养老养小。可是罗太医说，若不截肢，连二哥哥的性命都保不住。罗太医是很大的官吧？若连一双腿都保不住，是不是既不配位？沈二小姐，不是你一直在沈夫人面前说赶紧帮沈二公子截肢的吗？下官只是提意见，主意还得靠沈家拿捏。若沈家不同意截了二公子的腿，下官又哪敢私自帮二公子截肢？罗太医，想必我二妹妹不是那个意思。而且沈护卫和王管事已经同我说了我二哥的情况，出血不止，找不到出血点，人已深度昏迷，性命危急。若我师父遇到这么棘手的情况，也会先保住患者的性命。大姐姐，你刚才不是说你的师父同样治疗被马踩伤腿的士兵吗？他们现在都能走路了，那罗太医砍了二哥的腿，日后都不能再参加科考入仕了吧？
沈婉听到这番话，当真是要被沈莲的纯可爱死了。会说话就多说点吧，拼了命的往你爹肺上戳。家主，夫人已经醒了，夫人让家主过去，她有话想和家主说。罗大爷，小女儿不懂事，你莫要放在心上。长女手摔伤了，就要麻烦罗太医帮长女看看她的手。老爷，老爷，我后悔了，我好后悔。你快想办法将沈莲送走，她就是我们家的扫把星。我们没有回头路。不会的，一定有办法的。老爷，你一定有办法的。这是我上普华寺为我们神府未来所求的签文。无量大师说，此乃大凶之兆。我当日不听夫君的劝，执意留下沈莲。可夫君，你知今日发生了哪些事情吗？皇后娘娘召我与穗穗还有沈莲入宫，她当着皇后娘娘的面失仪了，就是因为她失仪了，皇后娘娘看不下去，索性不留我与穗穗在丰益宫用晚膳。就是因为这样，穗穗出宫遭遇马车失控，而我与沈莲在北城门遭遇乱民掀翻马车。若不是她在皇后娘娘面前失仪，我们也不会提前出宫。如果我们不提前出宫，那穗穗的马车也许就不会失控，我们也不会遭遇那群暴起的乱民，我们的老二就不会为了救我们而被乱民拉下马背，失去双腿。老爷，风儿大好人生，就等来年科考。您与同僚都十分看好我们的风儿，沈家为他铺好的仕途之路就这样没了。夫人，你莫再激动，太医说你不能再动大情绪，否则对你身子不好。夫人，我们不但不可以把莲儿送走，还要亲自教她礼仪。为什么？因为这是皇命，是圣旨。沈莲是被皇家钦定的太子妃，她不知礼数，她丑，她蠢笨无知，我们沈家都要把她变成一个知书达理的世家贵女。沈莲若出现什么意外，不说太子不会放过沈家，皇上皇后也要派人出宫调查原因。你可莫要背着我搞小动作。当初我们如何培养沈婉，我们就怎么培养沈莲，多派些人教导她。她流落市井，难免沾染了底层俗气。我心中有了打算，穗穗端庄有礼，你明日就安排让沈莲去穗穗的院子，让她二人同吃同住同睡一席，由穗穗给她做示范，再加上白日的教导，我不信我们的亲生女儿会不如一个泥腿子生的丫头。谁？是我，大哥。你怎么来了？放心，府里这个时候没人会跑到这边来，我是来给大哥送药的。大哥，把上衣脱了吧，让我看看伤。不用，要不你把药给我，我回头让人帮我敷上。大哥，我在神府9年，比你清楚神府的下人，我不能离开太久。你若再次与我争执，不如早些让我看看你的伤。且我也希望大哥的伤势能早日好起来，我需要大哥。这些伤，我当过几年兵，这是上战场时留下来的。大哥有6年没回过家了吧？该回家了，大哥。我想留下来，若你需要我时，我可以助妹妹。不，你该回家，等我消息。我要用你时，自会给你传消息。你留在神府不是安身之处，我看我自己的亲哥哥睡在这种地方，我会心疼。好，我听妹妹的话。我明日会安排马车，送你去怀州府。为什么是怀州府啊？沈家的人要斩草除根，灭顾家满门。在我揭发自己的身世之前，已经提前命人引顾家到怀州府定居1年。你先去怀州府与爹娘会合，到时恐怕需要大哥帮我在怀州府住1人。西域锦在怀州府的风险是100%的，
他怕沈正一和太子突然改变局势，从别的地方下手伤害谢玉锦，他不能再让谢玉锦走上一世的路子。家主，你派去安陵村的人已经回来了，事情办得怎么样？回家主，属下在去安陵村的时候，顾家人已经没在那里居住了。屋子瓦舍陈旧积灰，安陵村的村民说，顾家人1年前就离开了安陵村。1年多？看来沈婉并不是在回沈家时调查出自己的身世，而是更久之前。大小姐，家主下朝后让你去书房找他，他有话想跟你说。好，爹爹。沈婉。是，爹爹，女儿在。你回沈家的时候啊，同我们说你是从木仙山归府途中遇见你二妹妹，后来又绕到安陵村询问出自己的身世。爹爹，我骗了你。其实我早在1年前就知道自己不是爹爹的亲生女儿，我也是在1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遇见二妹妹。为了弄清楚事情真相，我亲自去安陵村找到顾家的人，顾家人什么都不肯说，是我逼问他们。顾家的人当时是怎么跟你说的？他们觉得沈家是大户人家，就调换了2家的孩子，然后把二妹妹扔了。我当时以此为耻，我从没想过我竟然还有一段这么不堪的污点。我当时很害怕，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也不想认那一群自私自利的父母，可是我怕有一日东窗事发，我就给了他们很多很多钱，我逼他们离开安陵村，这辈子都不许再出现在我面前。爹爹，这1年我过得很煎熬，每每午夜梦回都会梦见那个被我爹娘扔掉的孩子，我一边想紧紧地抓住沈家的荣华富贵，一边良心难安。在我从木仙山启程回上京城的时候，我才真正的下定决心把莲儿妹妹带回来。我已经接受好失去沈家的一切，任由沈家人处置。岁岁，哪怕是养一条狗都是有感情的，我们这些年将你视为掌上明珠，悉心呵护你长大，如今真相揭露，你母亲虽然对你有些许改变，可她用在你身上的感情都是真的。我沈家不是多养不起一个女儿，我也清楚你当年只是一个婴儿，不能为自己的出生做主，你是无辜的，爹爹从未怪过你。爹爹，女儿感激不尽，定好好孝敬爹娘，不让爹娘失望。你能这么想，就证明我们沈家没有白养。沈莲是因为你父母的私欲流落在外，吃尽了苦头。我本原想将错就错吧，等你及笄之后，便送你入宫见你的皇后姑母，谈你与太子的婚事。但现在看来，太子有自己的打算，你也强求不得了。是，爹爹，女儿明白自己的位置。若不是因为我的亲生父母，如今的沈家嫡长女本也该就是二妹妹的。我已经占着嫡长女的位子，不能再想着和二妹妹抢本不该属于我的姻缘。太子与二妹妹结合，才是名正言顺。莲儿脸上的胎记，你说过你会想办法帮她治好。是。沈婉，我也不需要你花心思回报我和你娘，你只要把对莲儿的亏欠补偿给她便可。1个月后，我要看到她脸上的胎记有一些淡化和好转，你能答应爹爹吗？他可以治，但是太子会同意沈莲用他治的药吗？只要妹妹配合我，我可以向爹爹保证，会让妹妹的脸慢慢好起来。他对沈婉并不是全然信任，在和沈婉开诚布公后，沈正一就把王管事叫进来。家主，这些日子你暂时先跟着大小姐，大小姐若需要出去采买药材，你要配合大小姐。
说白了就是多盯着沈婉买的药材，可别让人动了手脚。大小姐，你要采买什么药材，尽管吩咐奴才，奴才可以帮大小姐去采买。那有劳王管事带我去上京城名气大、口碑好的药材铺子，我要选最好的药材，为我二妹妹调理身子。到时我再写几张方子，你去让药铺的人抓好。是的，是的，二小姐服用的药材必须是最好的。那就去仁和堂这家药铺啊，在上京城开了10年，就是药材比别的药铺贵了一些，但仁和堂的药铺确实比别家的好。一分钱一分货嘛，那就去仁和堂。你去安排出行的马车，我过去帮二小姐号脉，一会儿就出发。哎，奴才这就去。上京城富阳街，大小姐，前面的路被御林军堵住了，我们只能下马车走过去。仁和堂就在前面。好，花荣花景，我们下马车吧。太子表哥，沈婉，你怎么知道姑在这里？太子表哥，臣女今日出门，是奉父亲之命，来为莲儿妹妹采买药材回去，为妹妹调理身子。谁给莲儿调理身子？姑不是已经派了太医为莲儿调理身子了吗？臣女啊，太子表哥你忘了吗？臣女也是学医的，臣女也有数年的医术经验。你的医术？你才学了多少年的医术，就敢帮莲儿调理身子？万一她吃了你的药出了什么毛病？等等，沈婉，你是不是怂恿你的父亲，想借着为你妹妹调理身子的名头暗害你妹妹？你对太子妃之位还不死心呢？你说是就是吧。哼，有王管事作证，臣女对二妹妹绝无谋害之意。姑信你才有鬼！太子殿下，此事的确是家主要大小姐帮二小姐调理身子。家主还说，为了二小姐早日调养好身子，让二小姐与大小姐同住一个院子。如若二小姐身子有什么不适，大小姐可以随时关注二小姐的情况。你们沈家很穷吗？是这样的，太子殿下，其实我们家主是十分关心我们二小姐的。二小姐她先前一直在庄子长大，对府中规矩礼仪颇为松弛。家主安排二小姐与大小姐同住一个屋子，也是为了……你刚才说你们二小姐跟大小姐要住同一间屋子？是。你们家主打算怎么做？给姑说来听听。家主希望有大小姐的引导，可以让二小姐早日熟悉沈府的礼仪规矩，所以才安排2位小姐同吃同住。你手里拿的是什么？拿出来给姑看看。太子殿下，这个药方只是……这是姑的命令，你别逼姑动手。莫君礼打开2张药方，看到上面写着6年寿命的活蜈蚣10条，3年寿命的活水蛭10条，8年寿命的蝎子10只。他这哪里是要帮莲儿调理身子，他这是要毒死他的莲儿。莫君礼气势汹汹地押着沈婉去沈府。沈正义先生，是太子殿下。太子，参见太子殿下。姑有事单独跟沈大人说。舅舅，姑不想因为一个太子妃的位子跟沈家撕破脸皮，因为姑尊重莲儿，爱护莲儿，就会对她的亲人爱屋及乌，但这不是姑给你们残害莲儿的理由。太子，你在说什么？王管事，奴才在。发生了什么事儿？你们冲撞了太子殿下？回家主，大小姐开了2张方子去仁和堂抓药，碰巧遇到太子殿下。太子殿下得知大小姐要给二小姐调理身子，特意查看大小姐的药方，然后什么？姑派了太医给莲儿调理身子，你却背着姑让沈婉给莲儿开方子调理身体，你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偏心？你以为把莲儿毒死了，姑就会娶沈婉吗？太子，微臣没有。没有吗？
姑手里有证据。微臣参见太子殿下。你告诉沈大人，这些药材都有什么？沈大人，沈大小姐开的这2张方子都存在有剧毒。沈婉，你怎么回事？这2张药方是你写的？爹爹，女儿从未说过这2张方子是给妹妹服用。太子殿下，臣女可有说过这2张方子是给妹妹调理身子用的？你看，臣女从未说过这2张方子是给妹妹用。臣女还未出府之前，也同王管事说过，先去仁和堂，再去药铺写调理妹妹身子的药方。可我和王管事还未走入仁和堂，就被太子殿下拦下。你狡辩！太子殿下，臣女知道你与莲儿妹妹情真意切，可臣女有100个胆子，也不敢胡造乱造。你细想想，臣女刚才的话可有半点狡辩之意？既然不是给莲儿用的，你当时为何不说？太子殿下，你当时看完药方就抽起鞭子赶臣女上马车，还叫上一批御林军，气势汹汹地包围马车，与臣女一起回神府。臣女想解释的，但是太子殿下你根本不听臣女的话。臣女发誓，臣女真的很想跟太子殿下解释。好，你说这不是给莲儿开的方子，那你要这些毒玩意儿做什么？你是不是想拿这些东西暗害莲儿？这是臣女为自己配的方子。哦，沈大小姐真是不怕死啊！臣女其实在研究美容养颜的药膏，方子上的药虽有微毒，却可以以毒攻毒。就比如水蛭这东西，如若放在脓包或是身上某个黑色的毒瘤，便可让水蛭把黑色毒瘤里的毒液吸出来，是可治病用。而蜈蚣则有消肿止痛、解毒散结和通经活络的功效。蝎子里面还有多种丰富的元素，臣女想提取出来与蜈蚣混在一起，再加上木仙山种植的药材，可炼成一瓶去毒膏。水蛭负责吸出黑色毒瘤的毒血，其余2个毒物则是外敷所用。这里只有沈正一听懂了，沈婉说的黑色毒瘤，怕就是沈莲脸上的那一块胎记。家主，出了什么事？你们都在干什么？二小姐她以死相逼，把夫人推到了湖里，正好被老夫人撞见这一幕，老夫人就派人抓二小姐。大小姐，那我们还去仁和堂抓药吗？不必了，想来我的药。大小姐，二小姐她太勇了吧，连夫人都敢推到湖里去。走，我们也去看热闹。外祖母，你们收手吧。太子，他……姑知道你们想说什么。沈婉是沈家大小姐，你们把所有希望都放在沈婉的身上，将她培养成一个合格的太子妃。你们不甘心自己选择的人最后没有被姑选中，可是姑今日就告诉你们，无论有没有沈婉，姑都不喜欢她这样的。姑眼里只有沈莲，她是姑选中的人，姑不会看错。你敢保证事后绝不会后悔？太子呀，你的确瞎了眼。姑绝不后悔，姑此生为莲儿不许，求外祖母莫要再苛责莲儿，就当是你多心疼心疼外孙我。好，那就请太子殿下你记住今日在沈府说过的话，日后可莫要后悔。外祖母放心，姑定不悔。从沈婉身边走过时，沈婉，你随姑一块儿送莲儿到醉莲居，你就跟在姑的后面。是。你就站在房门外，带二小姐下去，好好泡个热水澡。是。约莫小半个时辰，沈莲装扮好自己的脸，梳好鬓发，从卧房里走出来。沈莲脸上贴着沈婉给她的药膜，完美的遮住她的胎记。太子殿下，我这身衣物好看吗？好看，好看极了。我刚才在西河堂看到大姐姐穿着粉色的兰花纹斗篷，衬得大姐姐肤色红润，唇红齿白，气色极好，整个人十分出众艳丽。莲儿就好喜欢姐姐今日穿的这一身衣物。沈婉，你进来。
不知太子殿下有何吩咐？把你身上的斗篷换下来，给莲儿。妹妹很喜欢。大姐姐，其实莲儿好喜欢大姐姐院里的衣物，大姐姐每一次穿出去的衣衫都十分好看。沈婉，你还愣着干什么？莲儿喜欢你身上的斗篷，你就把斗篷让给莲儿吧。太子殿下确定真的要臣女把斗篷换下来给莲儿妹妹？你就不怕臣女身上沾了毒物？你敢？臣女只是说，臣女在玩那些东西的时候，难免会不小心沾上。要不，臣女现在就换给妹妹吧。臣女看妹妹挺喜欢臣女的衣柜，要不然，臣女去和祖母说，将臣女的琳琅阁让给妹妹住。莲儿，沈家的人不给你做衣服，姑会派锦上方的绣娘出宫为你量身定做，你喜欢什么样的都可以做出来，咱不要你大姐姐穿过的。太子殿下，你对莲儿实在太好了。姑还有一些话要仔细叮嘱你。姑知道你大姐姐学过几年医术，但是医术不是学几年就能学精。若是你大姐姐拿给你的药，你一概不能吃。大姐姐她的医术，你知道她近日去药铺买什么了吗？我大姐姐她去药铺做什么？她去买蜈蚣、蝎子还有水蛭，要的都是最大份的，每样10条。梁太医说，若是不慎让这些毒物跑出去咬到人，轻则红肿，重则毒发身亡。你父亲让他给你调理身子，若不是姑在药铺当场抓到他，还不知道他打算用那2张毒方子给谁吃。大姐姐，你买那些东西做什么？难不成你真想毒死我？臣女已经和太子殿下说清楚那个方子的用途，太子殿下若不相信臣女，臣女也没有办法。你若想押臣女下狱，也需讲究证据。很显然，太子殿下，你证据不足，不能把臣女怎么样。沈婉，你别太嚣张了。臣女不敢。你不敢？姑看你为达目的什么都敢，怂恿的整个沈家人都围着你团团转，哎，莲儿吃尽苦头。若太子殿下没事儿，那臣女就先告退了。莲儿，无论沈家这边给你送什么吃的用的，特别是经过你大姐姐之手的东西，一定要给梁太医先验毒。你大姐姐给的药或是什么药丸，最好都不要碰，直接丢掉，明白吗？太子殿下，大姐姐为何要害莲儿？因为她喜欢姑，她也想当太子妃。人心是很复杂的，哪怕你是她妹妹，听姑的，姑不会害你。太子殿下，莲儿知道了。沈婉听着二人的谈话，表情镇定地走出醉莲居。大小姐，家主和老夫人在西河堂等你。王管事，今日是不是被吓到了？多亏大小姐解围，若是让家主知道奴才在太子殿下面前说错话，家主定会很生气的。莫慌，太子殿下只是有自己想护的人，并不是对王管事有意见。王管事今后可要对翠莲居的主子上点心了。等二小姐嫁入东宫，她便是太子妃了，前途无量。对了，王管事有个女儿吧？回大小姐，奴才的确有一个女儿，叫京雨，现在在夫人身边当差。若让京雨到二小姐身边当大丫鬟，待日后二小姐嫁入东宫，那京雨便是陪嫁丫鬟。可是京雨是夫人的人了，若奴才再去求，恐怕会惹得夫人不快。若是大小姐能指点一二，奴才一家定对大小姐鞠躬尽瘁。这简单，我回头帮王管事在二妹妹跟前提几句，让我二妹妹自己开口向我母亲要京雨。多谢大小姐费心了。娘，婉娟儿，娘的婉娟儿，娘糊涂了，娘对不起你呀。哭吧，没准以后眼泪哭干了，就哭不出来了。说这些还有什么用？沈家不能就这么被毁了。岁岁，殿下跟你说了什么？太子殿下的意思大概是不准妹妹吃我开的方子。
你爹跟我说了，你开的那2张药方，你确定那2张药方能治好你妹妹的病？爹爹，女儿在书斋说的那些话都是真的。蜈蚣与蝎子都是辅助药物，用来外敷在毒瘤上，可通经活络淡化。水蛭是用来吸取毒瘤里面的毒素。另一张方子其实是内服所用，用来以毒攻毒。以毒攻毒？沈莲身体中毒了？她的毒已经潜在脸上了，并不会危及性命，但是那块毒瘤会随着毒素越长越大。我听说娘怀胎时曾被人暗算过，下了致命的毒药。是跟你娘被人种下的毒有关？是，当年娘生下孩子后，身体的毒性反应是不是也消失了？的确是这样。其实毒并不是消失了，娘也不需要喝解毒汤药。在娘生下妹妹的时候，毒素全部转移到妹妹身上了。什么？娘，我知道妹妹回府后，咱们家困难重重，但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不要放弃妹妹，好吗？一定要带着负罪感与愧疚感，好好的伺候你的小祖宗，让你尝尝我曾经备受煎熬的岁月。那他脸上的毒可以解，对不对？娘、祖母、爹爹，你们也看到了，只要我们家有什么动作，太子就会误解我们要害妹妹。妹妹无法上木仙山，我也没办法再给妹妹用药。为今之计，只有请我师父出山，如此太子殿下才会相信我们是真心为了妹妹。爹爹、祖母，你们还记得6年前太子殿下被山匪掳走，身受重伤，性命危急的事儿吧？就是我的师父把太子殿下从鬼门关拉回来的。我相信，若能让师父入我们神府，太子定不会怀疑我师父。如此，我就可以叫我师父悄悄地帮妹妹治脸。而且，岁岁，而且什么？而且，我现在无论做什么，在太子殿下眼里，我都想谋害妹妹，害爹娘也被牵连，被太子殿下不喜。既然太子殿下视我为眼中钉，若我暂时离开一段时间，也许太子殿下就不会把沈家看得那么紧。沈正一在权衡沈婉离开后的利弊，似乎并没有弊端，可他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儿。正一，你意下如何？眼下只有这个办法了。皇后娘娘的意思，等明年开春再定日子成亲。我们还有1年的时间，若让李仙一出手治莲儿脸上的东西，那1年的时间绰绰有余了吧？1年的时间？哼，他们想多了。那你打算什么时候走啊？娘去给你收拾东西，安排最舒服的马车，让人护送你回木仙山，一定要把你师父请下山。明日一早吧。大小姐、二小姐院里去了好多工人。管姑姑来沈家了吗？倒是没看见管姑姑。皇后娘娘去由着太子殿下，也不管了。花荣，让花景陪我回木仙山，你收拾好行李，明日和我一起出城。我已与夫人说了，准了你的假。是，奴婢多谢大小姐。沈婉把该准备的、该交代的都和花荣仔细说明白。她重生回来的这6年，把花荣、花景培养成有胆识的心腹，很多事情对他们来说并不难。就比如让花荣易容成她的模样，模仿她的姿态与声音，与沈家的人面对面交谈。大姐姐，大姐姐，这是我大姐姐，你们不用太过于担心，我只是进去跟我大姐姐聊几句。可是太子殿下让奴才们寸步不离地跟着二小姐，而且太子不让二小姐靠近大小姐，说大小姐要害二小姐。不知二妹妹来我院子有什么事儿？大姐姐，大姐姐，你给我的药膜被那群工人丢掉了，我现在只有脸上这一块，若是没有你的药膜，我怎么见太子殿下？你一定要帮帮我。妹妹莫急，我明日就要回木仙山了，一时半会儿也弄不出更多的药膜给你。不如这样吧，我把方子写下来，你自己去找外面的人帮你做，或者最好是你自己做，但是你一定不能告诉太子殿下，那是我给你的方子，免得太子殿下又误会我。
你要走？你走了，我怎么办？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啊，莲儿妹妹。妹妹，太子殿下盯你看得紧，他不相信我的医术，那我只好请我师父下山给你治脸。娘给我安排好了马车，我明日一早就走。治这个药膜很简单，你也可以的。求我不如求己，你说是不是？那就按你说的来吧。花荣从抽屉里拿出了一张方子，这是原方子，从药书里面撕下来的。如此，若太子发现这个方子要追查起来，他沈婉可不承认是他的东西。就是这个方子。那我先回去了。妹妹，你可要小心爹爹身边的王管事。此人是谁？今日跟在我身边的人，他还要害我？他好色，也许是我看错了吧，但是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自己多警惕些也是自保的手段啊。沈莲从琳琅阁出来后，回醉莲居的途中，沈莲突然被人迎面一撞，狠狠地撞到了地上。二小姐，奴才……他想非礼我，他撞上我的身子，快把他抓起来！莲儿，谁敢欺负你？王管事，他刚才想羞辱我，将他乱棍打死！太子殿下，奴才冤！太子一脚就把他踢飞，那一脚踢得狠，把王管事当场踢晕过去。等沈正义知道此事时，王管事已经被一卷草席扔到城外的乱葬岗。太子下令，不得给王管事这样的恶奴收尸。天光，雾气朦胧，一辆马车从北城城门而出，一路向南，走到了院子里。大师姐，终于又可以出来玩了。你要的人呢，我也给你安置好了。人在哪里？还活着吗？我用了大师姐的药丸给他吊着一口气，您看。花荣，我不是花荣，我是沈婉。大小姐，是你救了奴才，奴才感激不尽。大师姐，这封信条是从他手里拿出来的。大小姐，麻烦你将这信亲自送到家主的手里。王管事，你不会真的以为我把你从乱葬岗拖出来，真的是想救你一命？你应该是15年前在安林村帮沈正一抢夺顾家女娃的事件中唯一被沈正一信任且活到现在的家奴吧？原来大小姐一直知道15年前的事情。如果你们没做过亏心事，我又何必骗你们？知道我为何不让你这么痛快的死吗？你想做什么？城门暴乱是我一手策划，沈成风被人从马背上扯下来，双腿重伤导致截肢，是我一手谋划。我只跟沈莲说了几句话，没想到就轻轻地要了你大半条命。我告诉沈莲要小心王管事，他这人好色。你害二少爷，难道不该吗？6年前他在上京城街市纵马，撞伤一名15岁的少年郎，致他左腿被马踩断。沈成风他是如何处理？他处理了吗？他可知道他曾经因自己一时痛快毁了一个人的一生？你只要把20两银全给顾家，他就可以治好那条腿，等来年开春又可以参加科考。可是你有吗？他没了19两银，只给顾家人1两银，顾家3番4次上门要钱，你最后又是如何处理的？需不需要我帮你回忆啊？你叫人截了他的左腿，威胁他们不得不离开上京城，记起了吗？记起了。那个人是我嫡亲的二哥哥顾景洪。沈承霄到底懂不懂得作战？我真是想不明白，太子殿下为何要派沈家的人来？一个只会纸上谈兵的人。既然是由沈大公子指挥水道一案，那我们听着便是。
你该不会忘了身为一名皇城司的职责吧？先回去休息吧，明日再说。好吧。帷帐内的朋友出来吧。沈大小姐，你为什么在这儿？我是特意来怀州府找你合作。合作？你想怎么合作？在谈合作之前，我想和你谈谈江家的人。是你救了江家妇孺？是。你说吧，想跟我怎么合作？沈承霄安排的2艘货船，有一艘是空船，有一艘从南洋开回来的。那艘船上有一幅28宿星君图，是沈承义从南洋博物馆高价拍买下来，准备送给太后的寿礼。然后呢？我保你一条命，你在船翻了之后，帮我找到那幅图。沈承义是你三哥吧？沈承霄是你大哥。谢小公爷，你应该知道，在从你上京城离开的那晚，上京城突然暴乱，沈家2公子因为此事被马踩伤双腿，伤势过重，不幸被截肢了。是你一手策划？是。谢督主，临水阁客栈进了小贼，打晕了客栈1名小厮，你开一下门。原来那个小贼是沈大小姐。谢督主这么早就休息了？正准备躺下的。那就要先暂时打扰一下谢督主，为了保证我们此行能够顺利完成皇上下达的旨意，临水阁每一间客栈房间都要搜查一番，以免混进刺客，伤了皇城司每个人。谢督主，让知府的人进你屋子搜查一番，你不会介意吧？捕快都挨个搜了一遍，都说没有发现可疑之处。还有一处没有搜查。沈大公子莫不是怀疑我私藏刺客？那倒没有，只是为了谢督主的人身安全考虑，床榻底下还未检查。我若不准呢？我就看一眼。既然谢督主觉得没有问题，那就算了吧。快到房门时，他要快速回身，内力运转为掌风，隔空掀开了床围。众人纷纷看向床榻的方向，只见一女子背对着众人，她身上只挂着一件红色的肚兜，长发覆在她雪白的背部，露出2边线条柔美的肩部。出去。谢小公爷，你从上京城跑到怀州府来招妓，我的私事这你也管得着？还是我得为你妹妹守身如玉？你该不会到现在都还是个雏？下贱！沈小姐，我的一世美名毁在你身上了。沈承霄生性多疑，他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角落。我也是情急之下出此下策，抱歉，给你造成了麻烦。我回头帮你出去澄清一下。你打算怎么澄清？还没想好怎么澄清，就当我欠你一个人情。何来欠我人情？我害谢小公爷名声受损。你千里迢迢给我送情报，理应是我欠你人情，而不是你欠我人情。我欠你的是一船的性命，我该如何还你？你若是不嫌弃，便将就用一下吧。这簪子我觉得好看，给我母亲买的，街市上有很多，我回头再给我母亲买一个。这个给你用吧。那我就不客气了。你没有欠我的，是我欠你，我欠了你整个镇国公府的性命。当着谢玉锦的面，把自己的脸易容成了另一张脸。谢谢你的簪子，我该走了。老爷夫人，我们小姐回府了啊！一对夫妇和长子从院内快步走出来，那2名夫妇正是沈婉的亲生父母顾平章和于氏。2人在15年前被王管事强行灌下哑药。爹娘，我回来了。姐姐。沈婉转身看石峰的方向，不知抽了什么风，在那儿嚎啕大哭。大师姐，我就是太感动了。小兄弟真是性情动人。你在外面守着吧，我这2日要住在顾家。这时屋檐下出现了一道身影。二弟，燕宁回家了。顾景洪只是朝沈婉身上淡淡的看了一眼，便自己推着轮子转身离开。别理你二哥，他就是这样。二哥哥他以前应该不是这样的吧？大哥，今晚有月光，
15月亮才是最圆的。不管是残月还是圆月，它依然在散发光，照明世人脚下的路。妹妹，你喜欢赏月吗？大哥，跟我说说你当年参军的事情吧，为何后来又没有继续留在军营了？妹妹，我……大哥，我想知道，因为这是他复仇的动力。我为什么没有再继续留在军营里？因为我发现军营里面招的并不是兵，而是权贵们的游戏。那些贵族子弟不需要费劲儿，只要他们的父亲或者祖父动动嘴皮子，他们就能进去玩。而我们这些平民子弟，最后沦为那些子弟兵的玩物。我讨厌军部里面的黑暗和那些贵族子弟的嘴脸，这些我曾经向往的地方，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简单纯粹。大哥，最近应该有听到江家叛国投敌而被满门斩杀的事情吧？你说的蒋新贵后面那一支小分队合并入了江家军，蒋新贵成为了江老爷子手下的猛将，但江家是被姓蒋的害了。是，但主谋不是他。经上授意，由太子筹划，江家满门男儿不算死在断头台，他们是被关在江府，被那些人以最惨绝人寰的手段灭绝江氏男儿。经上为何要这样做？江家可是国之根本，是堵在南疆一面牢固的铁墙啊！因为功高盖主。二哥哥，你是高风亮节的人，哪怕不入世，你也可以用你笔下的文字掀起窝藏在真相底下的黑暗。他们之所以敢在江府虐杀江家人，不单单一纸投敌叛国书，还有文人笔下所唱诵的词。你想让我做什么？二哥哥，你是玉公子，世人玷污了江氏百年清明，若你出山，便能再还江家清明的道路上多一个助力。商朝除了你，还有谁能御笔墨如千钧？可是我们为什么要冒险帮助江家人？他们对你有恩吗？江家军历代守护南疆，你看看南疆那面墙一旦推倒，还有谁能抵御？也许有，可谢家军的军队在北部，若将谢家军分化成2支队伍，一支留在北部守住北边的防线，另一支派去南疆替代江家军，我们老百姓还可以继续过上安稳的日子。可上头尝到了甜头，你能保证几年后他们不会用同样的手段对付谢氏满门？你能保证未来还有江家、谢家这样的军队守护这片土地？你能保证我们以后还有家？如果没有这些士兵为我们抛头颅洒热血，我们何来安居乐业？你把我想得太好了，我不一定能如妹妹所愿，但我可以试一试。他只希望二哥哥心中一直有光，于是收拾好了房间，一直不见顾景安带沈婉过来，就自己回来找沈婉。大哥瘦了，大哥你跟我说说你是怎么遇到妹妹？燕宁她很聪明，运筹帷幄，未雨绸缪，是她先识破我的身份的。于是刚走出沈婉的房间，谢玉锦跳窗而入。我现在该叫你沈婉还是燕宁？燕宁吧，我本就不是沈家的嫡长女，是他们在15年前从我亲生父母手里抢过去，充当嫡长女的农家女。顾燕宁，太子真是瞎了眼了。你刚才说的话是不是想告诉我，江家是我谢家的未来？他们打算在收拾江家后就分化我谢家军的军力，你还知道什么？顾姑娘可否告知？你现在信我了？我先前的确对你有防备，那是因为我不知道你非沈家嫡长女，我也不知道你亲生母族发生的事情。但现在不一样，你跟沈家没有血缘关系，我本就对你还行，其实是有一个很不错的印象。我觉得我们可以合作了，你愿不愿意？我在客栈的时候跟你说过的话，谢小公也可记得。你是特意来怀州府找我合作的？行，那我们合作。顾姑娘，你为何要帮我？因为你是我的未婚夫呀。可我若是死在怀州府，沈家人会帮你上门退掉你与我的亲事，当然我母亲也会主动上门退亲。我们之间，以沈家嫡长女的身份，你哪怕不嫁谢府，不当太子妃，你也可以嫁到很好的门户。顾姑娘，我跟你是不是很久以前就认识？怎么会？我9岁就离开上京城，一直跟随师父学医，倒是听过谢小公子的大名，风流倜傥，俊美无双，挺响亮的一个名称。从南疆到北部的路途，
都在听老百姓高谈谢家少年郎11岁一战成名，大概也有对战神谢小郎的仰望之情吧。所以当我知道我被赐婚许给谢小公爷的时候，我暗暗庆幸。你仰望我，可你明知我谢家的命运将会和江家一样，你怎会将这场赐婚视为庆幸？除非他喜欢他。你是不是觉得我应该入东宫做太子妃？我也会拼了命去争那个位子，而不是嫁入你谢家门。商朝4代皇后都出自沈家，我确实以为你会去争一争，也会成为太子妃。我为什么要争那个位置？还是你对自己不够自信？你觉得我应该更喜欢当太子妃，对吗？我见过万里山河，太平安乐，也见过满天硝烟，无情杀戮，大是大非。我很清楚我现在想要什么，不想成为太子妃就是我的选择，而不是他人不要的将我再推给你。我又不是垃圾，凭他人说扔就扔，也轮不到那一纸圣意将你我绑在一块儿。我不愿意的事情，别人左右不了。一切都在你谋划之中，也就是说，成为我的未婚妻也是他的筹码吗？难道你不喜欢我这样与众不同的女子？沈婉，你可知从北部回上京城那一段路途，我也在仰望你。别怕，那是我谢家的影卫，他们给我发送信号，召我回归。怕是沈大公子那边在四处寻我。我先走了，你在顾家的行踪，我已经帮你抹去。哎，等等，这是我从沈承霄的房中偷出来的匕首，沈老太爷生前送给沈承霄的成年礼物，对他有很特别的意义，上面抹了剧毒，你带在身上，看看要如何发挥用途。上面的毒有没有解药？有。好。他带好匕首，翻窗离开，却正好被赶来的顾景安看到。大哥，不必追。那小子一闯你闺房。顾大哥，你误会了，那是大师姐的人啊。他是你让我查的那个人，皇城司督主。对，我要先离开顾家，你留在家里。你是不是要去救那个男人？他会死，对不对？沈家的人想杀了他，那是不是意味着这次行动很危险？我能不能……大哥，你是顾家长子，不要把你的脸露出来面对你的敌人，因为没人能保证你可以干干净净地走出来。大哥，你的路我已经给你安排好了，希望大哥留在顾家，多陪陪父母，我不会让自己有事的。好，我留在家中和爹娘等你。石峰，我们走。少儿，一儿。夫人。沈正一被精妙仪的噩梦惊醒，快救少儿！老爷，快救我们的儿子！他们的船炸了，船全部炸了，老大老三就在那艘船上。家主，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一定是老大老三出事了！夫人，你只是做梦了，梦都是相反的，老大老三绝不会有事。我先出去看看。收入怀州府的飞鹰传书，三公子的货运船遭受的炮弹袭击，船体严重受损，死伤惨重。大公子和三公子下落不明。按我的计划部署缜密，那些炮火怎么会落到沈家的商船上？家主，您设计的方案大公子没有用，大公子把家主的方案重新调整了一番，相当于胡一卫攻击的时候启用的是家主的方案，而我们这边并没有收到大公子的飞鹰传书。准确的说，大公子用飞鹰传入上京城的新方案并没有落到家主的手上，就被人中途拦截了。有人借着大公子与家主两个方案的冲突，设计谋害两位公子。快去找老大老三，他们还在海里，我们快去救他。我即刻就入宫，求皇上再调兵给我，我定会找回我们的儿子。宋嬷嬷，扶夫人回去休息。禀报皇上，由沈将军带领的剿匪行动于7日子时夜晚，在圣岛关海域全军覆没。计划用来剿匪的2艘商船，在行动那晚被来路不明的势力利用南洋运来的炮火炸翻，船上2100名货商，包括剿匪的士兵，死伤惨重。谢督主带领的皇城司也在圣岛水道的破坏下，船体遭到严重破坏，整艘船沉没。怀州府知府已派兵搜寻生还者。不知怀州府那边可有我儿谢一锦的消息？他可还活着？那船上也有微臣的2个儿子，不知如何可有下落。许知府已找到镇国公府2公子，
及尚书府沈三公子。沈三公子在追击匪徒行动中，受炮击而伤及头部，昏迷未醒。谢二公子受了轻伤，谢督卒与沈将军下落不明。此次行动，死5780人，重伤860人，轻伤8人。皇上，那艘船上有一幅从南阳带回的28绣星军图，本是要在太后寿诞日作为太后的寿礼献上给太后娘娘。这群匪徒胆大妄为，竟敢动朝廷官员和贡品，微臣愿意亲自前往怀州府实行清除行动。沈大人，切不可轻举妄动。皇上，微臣听说有不少平民老百姓投靠圣岛，朝廷若是无差别击杀岛上的百姓，只怕会……什么老百姓？既然投靠了水匪，那他们就是强盗。此次行动便可看出，那群匪盗有策反我朝皇室制度，他们已经不是普通的匪盗，他们此为是谋反，是叛贼。沈大人，朕拨3000人，运2000台从南阳买回来的炮筒，借此机会试一试那炮筒的威力。你便和太子一同前往怀州府，清理圣岛匪盗，杀光不留。皇上，34啊！微臣听闻圣岛上收留了不少老弱病弱，剿匪只是拔掉一根刺，皇上真正要清理的是当下地方州府的毒瘤。镇国公一直阻碍沈大人，是不是圣岛与镇国公有利益上勾结？此次行动当中，你的小儿子却是完好无损的回来。太子殿下，微臣尽忠职守，如若你觉得微臣与匪盗有勾结，你大可以把微臣关入大理寺，微臣不接受毫无根据的揣测。当然，如若太子殿下觉得江家流的血还不够清洗这片山河，想要借着此事再向我谢家开刀，那就只管来。你，镇国公，朕知道你替朕着想，可沈尚书说的也无错，从百姓投靠圣岛匪盗后，他们就是强盗，他们所享用的吃用都是匪盗掠夺来的，不能因为他们没有拿起武器，就说与他们无关。沈大人，你即刻回府收拾行囊，今日便出兵讨圣岛匪盗，刻不容缓。微臣遵命。小妹，他是你什么人？为什么要救皇城司的人？你不知道皇城司的人有多讨厌，特别是那个叫谢玉锦的，他带出来的兵特别难缠。我让你救的那个人就叫谢玉锦，他是我的未婚夫。那小子是妹妹的未婚夫？他在里面吗？顾景行猛地一激灵，想要阻止沈婉，可是沈婉已经走入卧房。三哥，你怎么把他绑成这样？他的衣服呢？他说他很喜欢皇城司的衣服。你扒谁的衣服都可以，切记官袍不能扒，更何况他是皇城司督主。去把他的衣服拿回来。别听他瞎说，我就是他掉水里了，我帮他把衣服烘干，不信你问他。那妹妹你先出去，我让人送他衣服进来。他赤裸身子出现在妹妹面前，有辱斯文，伤风败俗。不用，他是我未婚夫，你去把他衣服拿过来。顾景行出去拿衣服后，沈婉从身上拿出匕首，走到谢玉锦的身后，准备帮他把绳子划开的时候，不必，我自己来。你可以自己解开绳子，为什么还要老老实实待在这儿？不太确定圣岛这帮水盗是不是也是你的势力，静观其变。现在知道了，我也没什么好怕了。你也有怕的东西？怎么没有？我怕沈承霄计划有变，我回不来了，未婚妻。沈婉盯着他胸前2块发达的肌肉，小手环抱住他精瘦的腰身。我也怕，我的人在海上找不到你，而且你的船也被炸了，我害怕我无法扭转乾坤，但你躲开沈家制造的危机，没办法让你全身而退。谢玉锦却被他的举动怔得愣在原地。一个漂亮的女子，还是你年少时期的梦中女孩，抱着你，对你倾诉绵柔的话语，这谁受得了呀？我按你说的，提前带我的人下水远离船体。妹妹，你看，我把她衣服烘干了。那你先把衣服穿上，我在外面等你。
你要的28宿星君图是不是这个？三哥，麻烦你帮个忙，帮我把画打开。壮观。10年前，太后下南洋，在南洋博物馆见过此画，回来后便一直心心念念。你喜欢吗？它很值钱哦。妹妹打算怎么处理这幅画？卖了它。那盒子上有拍卖金额，沈三公子把自己的生意本都掏出来拍买这幅画，你转手就把它卖了，沈家这次怕是要把裤衩都赔进去了。你是说这玩意儿让沈家掏空了家底？沈家的家底哪有那么容易掏空？但我们可以一点一点掏空沈家家底。三哥，你亲自去一趟南洋博物馆，把这幅星君图卖给原画主，再跟原画主谈一场交易。你就和原画主说，你将要带着这笔钱回到商朝国土做生意，你赚1两，他得1半，无需他再出钱出力，只需等太后寿诞那日，让他带着28宿星君图到商朝国土，亲自献画给太后。这样一来，沈家说自己高价从南洋博物馆拍买回来的28宿星君图是在欺骗太后，可不就是在欺骗太后吗？三叔，圣岛所有老百姓都转移到船上，你设的陷阱也全部完毕。我们什么时候起航？现在，我会和我三哥一起离开圣岛，回木仙山，再重新坐船来怀州府。而你身受重伤，和沈承霄一起下落不明，碰巧遇到我们一门的船队，我们把你和沈承霄捞上船。你和沈承霄都身受重伤，中了毒瘴，性命堪忧。不过你放心，你不会有事，我有药。他们在海面上投毒，那些毒瘴会慢慢吞噬你的心脉。这瓶是解药，你先服下，可护你心脉，保你不受毒瘴侵害身体。此事过后，你便卸掉皇城司一职，急流勇退，才能暂时保住谢氏满门，让太子不敢那么快拿谢家开刀。顾姑娘，你都安排好了我的后路。你是我的人，我把你和整个谢家都规划到了我的未来。我的夫君，我希望你此生身体安康，颠覆山河。大师姐，朝廷的船已经出发了，带着5000御林军和2000架炮筒，计划炸平整座岛。狗皇帝还下达了屠杀令，杀光岛上百姓。他们大约明日傍晚就会到达圣岛海域。那就让他们打空气吧。夫人，大小姐回府了。大小姐带着大公子回府了。刚才是不是有人说大公子回府了？是，大小姐把大公子带回府了。母亲，岁岁回府了，他还带着萧儿回来了。我知道，快去看看。岁岁，丞相，我的儿啊！娘，你不要碰到大哥，大哥伤得很重，疼得很厉害。你大哥他伤到哪儿了？我从海里把大哥救上来的时候，大哥背部皮开肉绽，还有内伤，再加上有人在海上投毒，大哥在那片海域里待了太久，毒瘴进入心脉，日后怕是不能再运用内力动武了。娘，你放心，女儿一定会保住大哥的性命，绝不会让大哥就这么死了。岁岁，你师父呢？让你师父留在沈家，帮你大哥治伤养身子。祖母，对不起，我没有把师父带回上京城。他老人家在1个多月前接到燕国太后的信，早已离开商朝，不在我朝了。不过我已经写信给师父了，等师父处理好燕国的事情，就会回来。痛，他痛！岁岁，你大哥说他好痛。快把大公子抬入院内。帮帮我，沈婉。大哥，你已经吃过镇痛丸，今日不能再吃了，否则你会没命了。妹妹，大哥求你了。求我也没用，我不是你妹妹，你也从未把我当成你妹妹。很快，宫里派了2波太医，一波去镇国公府医治谢小公爷，一波是来沈府的。沈夫人，沈大公子的伤主要在背部，这些伤口都被沈小姐处理得极好。而沈大公子体内的毒瘴虽有残毒余留心脉，
可沈小姐的解药却挽救了沈大公子的性命。如今伤好护理，难的是沈大公子心脉的残毒，不是一日两日能够清除啊。岁岁，你可以治好你大哥的，对不对？罗太医说是你手里的药挽救你大哥的性命的，你可以救你大哥的，对不对？祖母，我会帮大哥找到清除残毒的解药。你一定可以的，你一定要帮你大哥解毒呀！你大哥可是最疼爱你的。老夫人，大公子有话想和你说。大小姐，今夜我会守着大公子，你先回院子休息吧。好，祖母、母亲，我先回去换身衣服。乖孙儿，祖母来了。沈婉的药很有效果，我现在不疼了。祖母，莫要担心孙儿。那就好，那就好。你有什么话想和祖母说？我想娶沈婉为妻，望祖母成全。小儿，她是你妹妹，你怎么能娶你妹妹呢？她不是我妹妹，外人不清楚，祖母你心里还不清楚吗？我从未将沈婉当成自己的妹妹，她不是沈家嫡女，我可以娶她为妻。可她已和镇国公府的嫡长子定亲，那可是赐婚。谢玉锦吗？她根本就不配，赐婚而已，有很多理由可以废除这种婚姻。祖母，她若入宫嫁给太子，我绝不会对她起任何念头。可谢家的人，你觉得配吗？小儿，你什么时候对岁岁起了那种念头？岁岁1周岁时，王管事和爹爹在书斋里谈话，我当时躲在父亲的书柜里。妹妹抓周抓到了皇姑母拿来的凤印，王管事夸妹妹聪明伶俐，爹爹说王管事有很大的功劳，若不是他当初将一个村妇的女儿和沈莲调包，今日沈府还不知是什么光景。原来你是为了沈婉。我爱她，祖母，没有谁能比我更爱沈婉。如果她不能做一国之母，能不能把沈婉给我？祖母，我这辈子从来没有求过你，我只求您这一件事，您帮帮我好吗？小儿，你太为难祖母了。我的身子离不开沈婉的药，我把她留在我身边，也是为了我的身子。如果您不同意，那我以后再也不提了，此事便烂在你我心底吧。不就是一个沈婉吗？沈家养育了她这么多年，我让她留在你身边伺候你，也不算亏待她了。多谢祖母成全，孙儿一定会好起来的。沈老夫人从临风居走出来后，吩咐严嬷嬷去琳琅阁请沈婉到西河堂见她。